这些有钱人呢，要不要吃饭？要不要买菜？要不要买衣服？要不要坐黄包车？那如果要的话，这些卖菜、卖衣服、拉黄包车的人，他们该住哪儿呢？市政府可以不建造平民住宅区，百姓自己会想办法。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，这些所谓的繁华地段，背后都藏着无数的窝棚区，他们自己会建造滚地笼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。我们现在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的话，将来的市中心再繁华，也会藏着无数的毒瘤。丹尼尔先生，我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就不要再和我弯弯绕绕的了。你和我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是因为你的浦江营造还没有进入水木营造同业公所吗？你没有进入公所，就没有承建高层公寓的资格，所以你希望我去和上面说说情，把高层公寓改成平民住宅，这样一来，你的浦江营造就有资格参与营建。我说的对吗？吴副局要这么说的话，意思差不多，不过有一点不准确。好了，丹尼尔，我知道你说的这些很有道理，不过这不归我财政局管呀，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。你应该去找公务局，杜万英杜局长啊。只不过我看在你是立冬朋友的份上，我倒是可以去帮你托关系，试一试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政府的事情嘛，这种意见需要一级一级的往上走，方方面面都需要打点，很难的。刚才我说吴副局说的有一点不准确的地方在于，这次不是吴副局帮我，而是我看在吴副局上次出手相助，我来帮吴副局。你的意思是我帮你说情，反过来是你报答了我，帮了我喽？吴副局，这财政局呢，是众所周知的肥差。吴副局新官上任就坐稳了第2把交椅，可谓是人前风光啊。不过我想，这风光的背后，应该也有无数的忧虑吧。市政府要开展大上海计划，但这项计划需要庞大的资金，刚开始发展就已是资金困顿，所以我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，市政府呢呼吁广大的市民支持大上海计划，甚至还发行了300万的公债，但仍然于事无补。我在想呢，吴副局是不是可以从财政局的角度入手，向上面建议，把原本要规划的这2栋高层公寓改为平民住宅区。如此一来，可以弥补规划书上的不足，二来可以节省资金，一举两得，何乐不为？吴副局新官上任，如果能为大上海计划做出这样的贡献的话，那可谓美事一桩啊！你说的倒是可行。好，我就去上面帮你说一下。不过，就算你的意见真的被采纳了，丹尼尔先生，我也不敢保证平民区的改建区域就一定是你的意林地段。吴副局，这是我这阵子对规划的区域做的土质勘测图，你过目一下。意林这块地呢，虽然离市政府近，算是一个优质的地区，但是呢，它算是江洼地区，土质尤其松软。如果要做成高楼公寓的话，可能要耗费庞大的资金。但是，如果要节省开支的话，这块地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说得好。难怪浦江营造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在上海滩闯出名头。丹尼尔先生事无巨细，考虑周全，穆某实在是佩服佩服啊！来吧，我们喝一杯。真的吗？二哥真那么厉害啊？把财政局的副局长都给说动了。咱们家的南瓜头啊，现在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了。真好，真想早点看到二哥建的房子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很快就能看到了。西瓜头，你也要加油啊！等你成了大明星，
就能给南瓜头做广告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大哥，我会加油的。这几天，大哥、二哥比较忙，等过了这阵子，大哥再去看你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什么事情，给大哥打电话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大哥，你最啰嗦了。不说了，我回家啦。路上小心点啊。嗯。哦，伯母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特地来找你的。哦。伯母。说吧，你要怎样才肯离开我家少钱？伯母，我已经答应少钱，不会离开他的。这些够不够？伯母，我不是因为钱才和他在一起的。这些总够了吧？伯母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要钱。你最好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把钱尽快收起来，别太贪心了，免得夜长梦多，鸡飞蛋打。杜太太既然坚持，那就把钱留在这儿吧。我还要复习功课，杜太太请回吧。你以为我愿意待在你这里呀？我警告你，钱你算是收下了，那以后……杜太太，你请回吧，这些钱我会直接还给少钱的。还给少钱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杜太太，你赶紧回吧，你闯到我家来打人，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真的叫人了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跟我家少钱在一起的。六姐，你没事吧？少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不小心被茶水给烫到手了。你怎么还瞒着我呀？你的脸，这是我妈干的。你瞒着我干嘛呀？我刚看见我妈走。没有。你告诉我，她是不是又逼你离开我了？啊？没有，我没事，少钱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没能保护好你，让你受这样的委屈，这是少钱，你放心，我没有答应你妈妈的要求。既然我答应你不会离开你的，那我就一定说到做到。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哎，是不是那个小丫头说什么了？妈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搬出去自己住。啊？哎，为了那么个狐狸精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谁是狐狸精呢？那你这么做不怕你爸爸知道？我不管，我再也不会让他牵着鼻子走了。从今以后，我的爱情也好，我的事业也好，都要我自己做主。真没想到啊，那小子居然让吴立伟劝市政府改规划图。
而且上面还觉得这个计划挺好，居然要商量这计划的可行性。哎，照这么下去啊，还真没准让这小子给翻了盘。大哥，现在上面还没有给明确的答复，我觉得说不准等市政会议召开以后，这提议就给否决了。那可未必。你等等，妈，你别说了，你听我说呀。爸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去？我最近厂里有点忙，为了工作方便，我要搬出去住一段时间，先走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搬出去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工作太忙，可能顾不过来。可能是永盛那边已经知道了高层公寓要改成平民住宅，少乾他们要加班加点想方案。啊，是这样。所以，上海特别市政会议决议筹建低造价平民住宅，以取缔棚户，整顿市容。这新的市政规划图不是早就下来了吗？怎么能说改就改啊？政府的工程招标广告今天也登出来了，由市土地局出面，租用浦江营造的义林地块作为第1平民住宅区的建筑用地，由市工务局作为项目的监办部门，就设计方案和营造资格，向全市各个大小营造厂公开招标。平民住宅区不像高层公寓那样要求建筑资质，那不就意味着浦江营造也有竞标资格吗？又是他那些野路子，我太轻敌了。小姐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们千方百计，不也就得到了一个竞标资格吗？但是这次投标呢，是承建跟设计一起，他们没有打样部，所以未必能夺标。是说得对，是。不，应该说是一定不能让他们夺标。干得漂亮，杨冠头，多亏你帮忙。吴立伟还因为这个提议被上面点名表扬了。他一心想着跟你长期合作呢。他跟我说，只要你愿意，他可以把平民区住宅这个项目也让浦江营造中标。现在咱们和他算是两不相欠了吧？就到此为止吧。这个人不能再深交下去。是啊，可是我担心，没有他帮忙，浦江营造中标，希望会很渺茫。不说其他营造厂，单单一个永盛就很难对付。傅汉军和杜少乾都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师，浦江营造连个打样部都没有，这次又是设计营造一起竞标，我怕你们在设计上吃亏啊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请了一个在华人界非常知名的设计师劳伦斯周帮我们画设计图。我想啊，这次有机会可以和他们拼一拼。好。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。这块地的土质较为松软，软弱土层附存的厚度较为宽大，所以，即便是2层式的建筑，也会造成很大的沉降。我们现在要面对的，就是沉降问题。大家也都看到了吧？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严重的短缺，所以需要我们的设计在尽量节省资金的情况下，解决地基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及沉降问题。这是平民住宅区，
市政府对于建造平民住宅区的预算本来就不多，不只是地基，市政府要求建造平民住宅区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节省开支，而且这片住宅区又在未来的市中心，寸土寸金，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提高这个平民住宅区的面积，以满足业主的需求。当然，一定要保证它的好看，因为虽然是贫民区，但毕竟是市政府用来整顿市容的脸面工程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我没听懂。没问你。没问你。没问你。周先生，我想我应该是有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即刻开始吧。所以，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就行动起来吧。虽然呢，它看起来不太美观，但是还挺好用的。真的？我用了它以后，背也不疼了，脖子也不酸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留下它了。这个桌子你是在哪儿弄来的？我就随便经过一家小店，然后想着你能用上，就买了。你还挺有眼光。小姐，你要是累的话，就先回去休息吧。你都熬几个大夜了，这样会伤脸的。伤什么脸？我好看着呢。瞧你心灵美的。
秦南，你快来看，快来看！我想到了一个精妙绝伦的设计，太好了！你看，太太，这少钱搬出去，一直也没个信儿。永生很忙吗？来没来过电话？啊，打过了。他说的确是每天很忙。你到底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我已经找人问过了，自从傅寒君当了总经理，他在永盛已经被架空了，什么事儿都没得做，他忙什么忙？哎呀，这些他也没跟我说呀。他当然不会跟你说了，到现在他还在包庇那傅寒君，你要帮他瞒着我，是不是？我没有。没有什么呀？我问你，他这次搬出去到底为什么？唉，还不是因为女人。谁啊？傅寒君吗？是个比傅寒君还不堪的狐狸精。露西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，不用去夜校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这儿子翅膀硬了啊！居然敢对我撒谎，还为了一个女人离家出走。哼，多少钱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嗯？爸，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过。你还敢顶嘴了你？啊！这么多年，我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完成的。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人生。可我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自己的人生，我自己做主。你还想做主了你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老子我没死，你永远都做不了主。可是我们本来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，就算你是我的父亲，也起码要尊重我的人格吧？你还人格？人命都是我给你的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？啊！也打呀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今天要我的命，你尽管拿去吧。总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替你摆布了。看来你是真豁出去了啊！好，像我杜婉英的儿子就是不怕死。但是我就不知道啊，你认识的那个女孩是不是也不怕死啊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她好像叫什么 Lucy， 教会孤儿院的孤儿。在夜校上学，我没记错吧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是你伤害的。我捏死他就像弄死蚂蚁一样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我也许可以留他一条命。我要你做什么，我早就说过了啊。取代傅寒君，把永生攥在手里。现在傅建成在医院里，
傅汉军又忙着跟沈奇南斗得不可开交，这正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机。我们终于完工了，辛苦了，周先生。来，坐下来喝杯东西。好，来。丹尼尔先生也一直在和我并肩战斗啊，还给我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。虽然丹尼尔先生不是设计师，但是对建筑设计还是颇有见解啊。是这样的，之前呢，我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师朋友，我经常看他画图，他也经常跟我说些设计理念，所以啊，耳濡目染的，我也会些了。不知道丹尼尔先生说的这位设计师朋友是哪一位啊？值得你如此推崇？我也很想认识一下。下次吧。哦，对了，周先生，依您看，我们这次的设计有多大机会可以中标？咱们的设计低成本解决了土地沉降问题，又极大的提高了土地的使用率。我觉得我们的设计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嘛。在周先生的这个设计里面，特意压缩了弄堂的宽度0.4米，缩小了房屋间的间距，而且比起一般的设计呢，可以多建造2栋房屋。不过我觉得最巧妙的还是你用这个横向条纹铺设地板，使得整个弄堂更有延展性，整个平民住宅区呢也毫无压迫之感，可以说是实用与美观兼具啊。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中标。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少钱，我给你带了凤梨酥。少钱，你在吗？哎，少钱，你在家呀？你怎么半天不开门啊？哎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少钱，是不是你的父母还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啊？我是孤儿，从小就和家人走散了，所以我知道家人有多重要。没关系，要不然我们还是……刘希，答应过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，对吧？你说呀，你告诉我呀。少谦，我……如果这是一片别墅区，我们当然可以用打桩并现浇灌混凝土的方式来解决沉降。但我们现在说的是一片平民区，如果用这种方式，一定会大大提高它的造价，再加上防潮还有保温的材料，一定会超出预算的。可是义林这块土地啊，土质那么松软，这段时间呢，我们也思来想去，只有现浇钢筋混凝土桩啊，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不然这怎么解决地基的问题啊，总经理？是啊。你们先出去吧，让我自己想想。
行，走吧。哎，走吧啊。杜经理，杜经理，或许我们可以试试抛田法。抛田法，这类似的案例，我在国外也遇到过。当时我的指导老师用的方法是在淤泥上挖很多深孔，然后在深孔内抛填碎石。然后呢？这抛填的过程当中，分阶段的将碎石从孔底和孔的四周填入，一直填满到基础平面标高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完全不需要钢筋水泥。如果计算得当的话，这种地基在3层以下的建筑当中完全牢固，没有问题。如果真的是按照你说的方式，用碎石代替钢筋混凝土，整个房屋的造价确实会降低很多。真的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谢什么？我们不是一个团队吗？我知道，我们之前有很多误会，不过那些都过去了。现在永盛大敌当前的，我们应该一致对外才对。还是要跟你说谢谢你。还有，对不起，之前你被我故意架空了这么久，永盛也一度陷入了绝境。还好你的不离不弃。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才觉得之前把所有的错误都怪在你身上，这种想法真是太偏激了。你有坚实的专业素养，还有非常丰富的经验，让你空闲这么久是我的损失。杜经理，欢迎你重新回到打样部。等等，你们干什么？我是病人家属，我在病人转院。转院？手续办了吗？没办手续不能走。儿子，你替我看着，我去办手续。好。走吧。把我爸先搬到那边去。是。哎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等一下，你这要把爸带去哪儿啊？老爷在这儿住了好久都不见好，我觉得这里都是庸医，所以我要转院。转去哪个医院啊？主治医生是谁？负责什么的？那当然是比这儿要好得多的医生了。哎，怎么？我是他老婆，我还能害他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不建议爸现在转院。就算要转院，我也要先去跟爸的主治医生聊完了再说。你是永盛的继承人，你哪来的时间呢？等你想起来转院的时候，老爷都不行了。我们走。别走！我看你们谁敢走！来真的啊！我是富家太太，那个是富家少爷，怎么了？我们把老爷转院还犯了王法了？有本事，你让警察把我们抓走呀！我不会叫警察把你们抓走，但我可以立刻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。我会把你给爸擅自转院的这个事情告诉所有的股东。还有，你这样随意折腾永盛的老板是会带来很大的风险的。到时候如果引起那些股东的恐慌，他们纷纷要抛售股票，这个责任你自己来负。你，妈。方叔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我们先走了，明天见。好嘞，走了，方叔。总经理，哎，小姐，这么晚了，你这时候来干什么呀？啊，老爷那边安顿好了吗？都已经安顿好了。我想着贫民区竞标项目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准备好，我来加个班。哦，那小姐可要当心身体啊。嗯，
方叔你也是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哦，小姐，杜经理通过熟人关系联系了一个姓韩的材料商，给出的报价比我们平时拿出的价格还要低1成。如果材料检验没问题，是不是可以和韩老板签约合作？这个事方叔你定就好了。哎，你刚刚说杜经理介绍的人？没错。要不还是找个借口给推了吧？推了？小姐不是刚刚恢复了杜经理的职务了吗？为什么要推了他介绍的人呢？我是想着爸现在还躺在床上，我又在忙着竞标的事情，我怕忙中出错，自己顾不过来。这个时候如果换供应商，我怕令别有用心之人有了可乘之机。毕竟杜经理的父亲，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小姐现在遇事冷静，考虑周全，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了。老爷要是看到小姐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晓得该有多高兴呢。谢谢方叔，那我先去加班了，你也早回去吧。哎，小姐你也早点回家。哎。我终于算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了，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的爱人、亲人和朋友，一个个都不在我身边了。你干嘛？还躲啊你！他傅寒君欺负我也就算了，你一个舞女你也敢欺负我？给我站住！你站那儿！我……哎，傅公子，怎么了这是？一个唱歌的舞女，别跟那般见识。来，我们喝一口。你不是那个杜叔的手下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廖刚毅。哦，对，廖刚毅，喝一个吧。来，喝一个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舞女她都敢欺负我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，傅公子？什么烦心事醉成这样？别提了，还不是因为那傅寒君啊？傅寒君？傅寒君怎么了？少爷，哎呦，少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回去！哎呀，别动！太太，少爷喝醉了。我要睡觉。太太，快来呀！睡觉。哎呦，这孩子怎么了？我要来睡觉。来了，你快看少爷。哎呦，你快看看呀，少爷怎么了？少爷，哎呦，小祖宗呀，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还愣在那干什么？赶紧把少爷扶起来啊！儿子，宝贝儿子，儿子，抱，乖，我是有生继承人吗？是的，我是有生继承人啊！是的，有生的继承人啊！是的，宝贝，我是有生继承人啊！是的，来，我是有生继承人啊！是的，快把门关好！让我鞋呢吗？哎呀，别管他了，快进去吧。这个傅寒君不同意低价从韩老板那进货。现在只要跟我有关系的，他一个都没有用。你不是帮他搞定了那什么设计，他又重新启用你了吗？他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傅寒君了。现在，他事事都很谨慎。啊，韩老板，这次咱们的合作虽然有一点波折，但是我相信啊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永盛一定会从你这儿进货的。那谢谢杜局长，谢谢杜经理。啊，这样，韩老板，我们还有点事，你先回吧。好，那我先回。不送啊。哎，傅寒君这小丫头片子，
我以为他没了沈其南，没了傅建成，他就应该好对付了。现在倒好，这滴水不进，油盐不吃。看来在他身上还真得多费点劲儿了。既然他没有完全信任我，以后也不用我再做那些事了吧？哎，这个信任一旦失去啊，再要想重新建立，得需要一些时间。这个不急，慢慢来。哎，只要是你还在他身边，只要你一心为爸爸着想，总有机会的。生了花，弹笔速写了落下。灌溉的情话，何时开成大厦？在人海跟寂寞对话，回忆翻一下，眼里一粒沙。撕下这一天，日历把永远量化，谎言比誓言差一点幸运啊，没结局，你会不会怕？要么进化，要么腐化，敬畏着年华。我们都徒手粉墨爱情的轮廓，凭着幸福烫到火，还不敢示弱。有我的笨拙和你的执着，一生只给一人的承诺，将心成说，逐一做。看世界万家灯火，转化了荒漠，燃烧着人间烟火，热闹着阡陌。天高